在转角的街边，一只流浪狗将自己仅剩的面包主动分享给眼前的陌生人，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举动，彻底改变了狗狗出生以来凄惨的命运，也因此过上了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原来狗狗原主人只是嫌弃它的外表丑陋，就狠心地将它扔进了恶臭的垃圾堆中，任狗狗自生自灭。但即使遭受了这样无情的对待，狗狗却并没有心生怨恨，相反，狗狗以德报怨，每次遇到陌生人时，依旧还是会摇着小尾巴表示友好。今天，一位路过的好心人发现了这只乖巧可怜的小家伙，走上前去准备查看狗狗的情况，没想到狗狗却误以为他饿了，竟叼着身边仅有的一块面包拿来分享。这小小的举动让小姐姐瞬间泪流满面。多么懂事的狗狗，明明自己过着食不果腹、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，此时却为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心甘情愿将仅有的食物双手奉上。好心小姐姐决定收养狗狗，而由于很长时间狗狗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漂泊生活，狗的身体早已经千疮百孔，虚弱不堪。但是在好心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狗狗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，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越来越亲密起来。狗狗对好心小姐姐产生了依赖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紧随其后。虽然狗狗还没有完全走出上一段阴影，偶尔还会担心自己是否还会被丢弃，但是小姐姐十分宠爱它，常常给狗狗买形形色色的小玩具，一有空就陪着它一起玩耍。渐渐狗狗的性格也逐渐变得开朗起来。时间荏苒，狗狗在小姐姐的呵护下一点一点长大。曾经那个嗷嗷待哺的小不点已经长成了一只高大威猛的老大哥，但它还是不改初心，始终记得主人的救助之恩，不管跟着主人去哪里，都会挖块石头送给主人。狗狗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主人的感谢，它想每时每刻都向着主人表达着自己的爱。动物表达情感的方式总是这样纯粹直接，只要认定了的主人就会默默在你身旁用一生来守护你。这一点在忠诚的狗狗身上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。因此在我们面对动物时，要记住不爱请别伤害。而善良的主人后来又给他找了一个好看的老婆，狗狗更是欢呼雀跃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在主人还有老婆之间徘徊，这是他这一生中最快乐的生活。同时阿天也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。这是一只修炼千年的狐，就在他即将修成正果的时候，却无意中被卡住了脑袋。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被人发现后及时拨打了救助电话，救助站老爷爷及时赶到了现场，但救助难度却非同一般。老爷爷凭借经验，心中立刻有了想法，想要将小狐狸成功解救出来，必须前后开弓。救援队小伙子一马当先，一下爬上了墙头，跳入到了墙的另一边。但是紧张的救援工作也才刚刚开始，好心小伙先去除了一些泥土，让小狐狸更好的呼吸，接着拿出锯子开始对木墙进行切割。小狐狸的精神很差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不知他能不能成功挺到救援人员将其解救，来度过自己成仙路上的最后一劫。而另一边的好心老大爷也在努力配合解救，将坚硬的土渣一点一点挖开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离开，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好心人。让我们为好心人点个小小的爱心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好人一生平安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，福报加持，新的一年你一定会平平安安。在两人默契配合之下，卡住小狐狸最后一块障碍也被解除。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考验，就是怎么顺利将小狐狸的脑袋拔出来。好心老大爷立刻就想到了用铲子挖去多余的沙石，来扩大缝隙，从而成功解救狐狸。根据时间的推移，也证明了老大爷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小狐狸的脑袋被成功的拔了出来，但是由于受困时间过长，小狐狸精神很差，满眼迷茫。为了小狐狸的健康着想，老爷爷决定先观察小狐狸的情况，观察的同时顺便将刚刚破坏的大门修缮一下。修完后反观小狐狸，应该也没有大碍。救援队小伙跳过幕墙，将笼子打开，把小狐狸放回大自然。虽然小狐狸并没有回头感谢，但小哥没有任何不满，因为他深知一句话，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他做好事并不求回报，
但在这里我还是想祝天下好心之人一生平安。注意看，狗狗只是偷吃了主人的肉，结果遭到残忍的毒打，然后被抛弃在这个废弃的垃圾坑里。不幸中的万幸，路过的好心人听到狗狗叫喊，赶来并发现了它。好心人立即通知了附近动物救助中心，救援人员赶快来到这个布满垃圾的坑洞，从上面望下去，一眼就看到了狗狗可怜的眼神望着救援人员。但由于地势太陡峭，两个小伙子只能通过安全绳相互合作，让其中一个先下到坑里。当小狗看到救援小哥的到来时，它不停地摇着尾巴，可能是在感谢这位好心人。救援小哥来到小狗身旁，不断抚摸它的脑袋，以安慰它不要害怕。他简单地检查了小狗的伤势，发现伤口已经撕裂，情况万分危急。不做过多的停留，救援小哥抱起了小狗，带着它逃离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。最终，在两位善良的救助人员不懈努力下，小狗被成功的救出，并迅速送往最近的宠物医院接受治疗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划走，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好心人。让我们为救援队点一个小小的爱心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好人好报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，福报加持，新的一年你一定会平平安安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小狗的伤口十分严重，需要立即治疗。医生先为小狗注射止疼药，以缓解其疼痛，随后使用无菌工具对伤口进行处理。小狗此时十分安静，它似乎知道眼前这些人是来救它的，它强忍着疼痛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医生更是通过高超的技术，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缝合。而在好心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小狗也渐渐地恢复了体力，也可以重新走路了。它的身体也会慢慢康复。这只小狗最终也找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家。注意看，眼前的鲨鱼生宝宝了，赶快艾特你的好朋友来接好运。见过猫咪和狗狗生宝宝，但鲨鱼生宝宝这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看到，一眼看去就让人感到震惊和兴奋。而就在今天早晨，这位大叔在海上钓鱼时捕获了一条鲨鱼，原本打算将其制作成早餐，却意外地发现案板上不知何时多出一条小鱼。大叔奇了怪了，他想搞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于是将鲨鱼翻了过来，才发现这是死去的鲨鱼妈妈生下的鲨鱼宝宝，而另一只小鲨鱼也刚刚挣扎着出生了。显然今天是这只鲨鱼的预产期，在绝境面前，它还在拼命地努力生育。但不幸的是，鲨鱼妈妈已经没了气息，再也没有能力生出其他鲨鱼宝宝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叔感到内疚，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，大叔决定救下这些未出生的鲨鱼宝宝。大叔惊奇地发现他们身上带着一些黄色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大家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而大叔就像一个接生婆一样，轻轻地挤压鲨鱼妈妈的肚子，让小鲨鱼们从里面钻出来。虽然它们很弱小，但生命力却非常顽强。不忍心让它们失去生命的大叔拿起一只小鲨鱼，将它放回海里。这条获得自由的小鲨鱼在水中游来游去，让大叔感到了救赎。现在还没划走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平安顺利，一起祝愿这些小鲨鱼能够顺利的长大，早日遨游在蓝色无垠的大海之中。同时也祝愿每个观众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顺顺利利，平安健康。这些小鲨鱼虽然已经成功的出生，但他们要面对的是危机四伏的大海，其中的危险更是不言而喻。大叔感到十分自责和不安。最终，大叔将所有小鲨鱼放回大海中，心中默默许下愿望，期望他们能够顺利的长大。救援小哥拿着刀割断了嵌入海龟肉中的网绳，他迅速重复这个动作，把第二个网绳也割开了。海龟脖子上随之出现了深可见骨的伤口，几乎要把脖子勒成两半。从缠绕处可以看到皮肤已经溃烂，想来这只海龟一定遭受了巨大的痛苦。就在刚刚，营救人员发现它时，它被困在了船的边缘，被发现后拖上了船。与此同时，一团废弃的渔网也连带着被拉上甲板。救援人员迅速取出小刀，先将困住海龟的渔网割断，然后放置在一旁，以免再次让其他海洋生物遭殃。
而作为一个活了100岁的海龟，此时十分有灵性，它不吵也不闹，只是默默流泪。渔网对它的伤害已经深入骨髓，随时都会要了它的性命。它不得已主动找到渔船，就是希望人类能帮帮它。为了可以及时解救它，救援人员先将海龟翻了个身子，让它腹部朝上，这样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被绳子缠绕的地方。在小哥20年手速下，2根绳子应声断裂。此时没有了束缚的海龟呼吸畅通了许多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随着致命绳子被割下，可以看到海龟的整个脖子已经肿胀了起来，被绳子缠绕的地方已经溃烂。救援人员立即开始清理伤口，海龟显得非常紧张，可见这些伤口给海龟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。小哥拿起消炎药为它清理伤口，清理完一面后开始清理另一面，上面的伤痕明显要比下面的更加严重，以至于整个脖子都已经是血肉模糊，像是被切断了一样。海龟是非常有灵性的生物，它已经意识到人类正在帮助它，强忍着剧痛，等待救援人员给它的伤口消毒杀菌。虽然它不能说话，但想必内心一定十分感谢救援人员。经过治疗后，海龟被送回了大海之中，希望海龟以后可以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快乐地生活下去。一只小橘猫被卡在了砖头缝隙里，它拼命地呼喊求救。听说猫咪身子软，只要头能通过，身体也能通过。原来小猫咪是被卡在柴火堆和砖头连接处的位置，而由于砖头和柴火靠得很紧，导致猫咪被卡住了。前来的好心人用开水浇在砖头上，试图让它变得松动。而此时旁边猫妈妈也在一旁安慰着小猫，让它不要紧张，马上就能救它出来了。而现在正是夜晚，也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，如果不尽快解救小猫咪，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好心人努力清除周围的泥土，步伐坚定，一块又一块将砖头搬走。很快距离救援小猫只剩下最后一块砖头，而此刻的小猫叫声却越来越微弱。大家此时不妨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，为小猫加油打气吧。接下来好心人决定用手去移动那块砖头，但他的力量明显不能将其移动，必须稳扎稳打，一步一步进行。最终凭借好心人的努力，终于清除了围绕着最后一块砖头的全部泥土，成功的让最后一块砖头松动了。小猫马上就要获救了，而此时虽然离救援开始还不到1个小时，但我们近距离的看着小猫，却发现小猫一动不动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好心人先小心翼翼的用手捏住小猫的脖子，一点点往外拽，最终成功的将小猫拽了出来。但此时问题又出现了，小猫全身僵硬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小猫已经被极低的温度冻僵了。好心人马不停蹄将小猫带回家后，急忙取来吹风机，帮助小猫恢复体温，同时不停地抚摸着小猫的身体，来加快血液循环。持续了10分钟后，奇迹出现了，小猫竟然复活了，看上去精神状态也恢复得很好，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。小猫真的非常幸运，幸好好心人路过时听到了猫猫的呼救声，并救下了它。如果没有发现，或者再晚几个小时，小猫或许真的会永远沉睡在冰冷的石头缝中。在视频的最后，让我们感谢好心小姐姐的无私付出，为她的善良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吧。这是一只修炼1000年的狐，就在她即将修成正果的时候，却无意中被卡住了脑袋。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被人发现后，及时拨打了救助电话，救助站老爷爷及时赶到了现场，但救助难度却非同一般。老爷爷凭借经验，心中立刻有了想法，想要将小狐狸成功解救出来，必须前后开弓。救援队小伙子一马当先，一下爬上了墙头，跳入到了墙的另一边。但是紧张的救援工作也才刚刚开始，好心小伙先去除了一些泥土，让小狐狸更好的呼吸，接着拿出锯子开始对木墙进行切割。小狐狸的精神很差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不知他能不能成功挺到救援人员将其解救，来度过自己成仙路上的最后一劫。而另一边的好心老大爷也在努力配合解救，将坚硬的土渣一点一点挖开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离开，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好心人，
让我们为好心人点个小小的爱心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好人一生平安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。福报加持，新的一年你一定会平平安安。在两人默契配合之下，卡住小狐狸最后一块障碍也被解除，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考验，就是怎么顺利将小狐狸的脑袋拔出来。好心老大爷立刻就想到了用铲子挖去多余的沙石，来扩大缝隙，从而成功解救狐狸。根据时间的推移，也证明了老大爷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小狐狸的脑袋被成功的拔了出来，但是由于受困时间过长，小狐狸精神很差，满眼迷茫。为了小狐狸的健康着想，老爷爷决定先观察小狐狸的情况。观察的同时，顺便将刚刚破坏的大门修缮一下。修完后反观小狐狸，应该也没有大碍。救援队小伙跳过幕墙，将笼子打开，把小狐狸放回大自然。虽然小狐狸并没有回头感谢，但小哥没有任何不满，因为他深知一句话，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他做好事并不求回报，但在这里我还是想祝天下好心之人一生平安。这只小猫因为生病被主人扔在了路边，好心人看到后给宠物医院打了电话，小猫才成功的被医生带回了医院。每年这样的事情都会经常发生，因为治疗的费用而抛弃自己的宠物，但医生于心不忍，就算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，还是准备去解救这样可怜的小猫，为小猫打上点滴，缠上胶带，防止小猫咪乱动，扯下输液器。现在的小猫终于可以安稳的睡一个好觉了。医生也没有离开，就在旁边时刻观察猫咪的生命状态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他只想让猫咪安心的恢复身体。经过几个小时的照看，小猫咪终于醒了。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自己昏睡了过去。醒来就来到了这个陌生又温暖的地方。医生见小猫醒了，将它抱入怀中，给它擦擦可爱的小脸蛋，抚摸着它柔顺的毛发，希望它早日康复。当然，恢复身体、补充营养是必不可少的。医生耐心地喂小奶猫喝奶水，虽然小猫猫有点抗拒，但是没有营养支撑，恢复身体是非常缓慢的。又过了3天，小猫恢复得很不错，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了。它一次可以吃上1大碗肉，而且很听话，不捣乱。转眼又过了3天，小猫咪已经可以爬高上低了。它超级粘人，一直贴着医生转来转去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滑走，那你也是心地善良的好心人，让我们为医生点个小爱心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好人一生平安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，让医生的故事给更多人知道。小猫真的太幸福了，遇到了这样好心的医生，给予了他新的生命，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抢了过来。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太多，医生形单影只，也只能尽自己所能帮助自己能看到的小猫咪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善待小动物。最后让我们点上一个小小的爱心，让更多人知道医生的故事吧。我没有钱给他治疗，求你救救他，求求你。宠物医生的门前放着这样一只小猫咪，粉色篮子里放着生病的小猫和主人的请求。虽然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报酬，但宠物医生还是决定救下眼前这个可怜的小家伙。先简单的检查了一下猫咪的身体，并没有外伤，但呼吸却十分急促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宠物医生当即决定先给猫咪吸上氧气，稳定生命体征，再进行下一步行动。小猫吸了吸氧气，好了许多。医生为它测量体温，采集粪便样本用于仪器分析。而此时38度的小猫十分危险，医生需要给它注射一针特效针剂，将毛发剔除后喷上消毒水，给小猫咪打上了点滴。小猫病得很厉害，医生觉得小猫这么幼小的体格很有可能抗不过今晚，但是医生已经尽自己所能，小猫能不能醒来只能靠它自己了。贴心的给小猫盖好被子，给小猫擦擦小脸。经过了3个小时，小猫咪终于从昏迷的状态醒了过来，虽然步履蹒跚，但已经好太多了。这是2天后的猫猫，它已经脱离了危险。现在医生帮它把身上的点滴给拆下来，带它洗一个久违的热水澡，预示着它的新生。小猫咪很享受被医生擦拭毛发，擦完后医生又用吹风机把小猫的毛发吹干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滑走，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让我们为好心医生点个小爱心，
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好人一生平安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医生的故事。医生喂给了小猫好吃的肉，但小猫吃得太急，不小心咬住了医生的手，但医生却并没有责怪小猫咪，只希望它能尽快康复起来。又过了好几天，小猫咪已经可以自己上厕所了，也认识了同样被医生捡来的小黑猫，希望小猫咪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。最后让我们点一个小小的爱心，让更多人知道医生的善举吧。注意看，眼前这只小猫心跳骤停，它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而就在刚刚，宠物医院接到电话，有人在河边看到了一只濒临死亡的猫咪。宠物医生循着信息找到了这只小猫，只见它睁着大眼睛一动不动，十分可怜。经过医生的测试，小猫对外界还有反应，还有活下去的可能，秉着挽救生命为天职，宠物医生立即决定，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带回去尝试一下，将小猫咪放入宠物箱，赶快出发。终于到医院了，宠物医生轻轻地把小猫咪从背包里拿了出来，放在抢救台上。小猫一动不动，像是已经失去了生命，现在也只有仪器能表明小猫还活着。医生给小猫安置生命监测仪器，同时测量身体温度，用吹风机给小猫加热身体，来扩张血管，拿出输液装置给小猫打上了点滴，为小猫的身体提供养分和水分，又拿出小针剂给小猫打上了一针强心剂。看着药液一滴一滴进入猫咪的身体，医生只能做到这些了，剩下就要靠小猫自己了。将小猫安置在笼子里，不负众望，在医生的努力下，小猫咪终于醒了过来，一切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医生每天都给小猫测量体温，还在笼子里放上了猫砂盆，给小猫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让猫猫早日康复。虽然猫咪很抗拒手上的点滴，但也没有去用爪子拖拽点滴，它知道这是在帮助它。医生还特意给猫咪买了猫条，让猫咪补补身体，早日康复。随着宠物医生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小猫咪终于可以下床了。太粘人了，这个小家伙从濒临死亡到现在生龙活虎只用了1周。医生还拿着玩具逗猫开心。随着时间，小猫咪很快就可以出院了，也联系到了好心人，准备将它领养，希望小猫咪以后可以开心快乐下去。你知道海洋寄生虫吗？眼前这只海龟就被寄生了，而就在几分钟前，好心小哥将它从海洋中捞了起来。因为这只海龟看起来很不正常，它游泳的速度特别慢，随时都会沉入海底。凭借小哥多年的航海经验，可以断定小海龟被俗称海洋寄生虫的藤壶所寄生。龟壳的正面反面藤壶都没有放过，在龟壳上肆意的生长生根发芽，直到小海龟因为承受不住藤壶的重量而累死，它们就会再次寻找新的宿主。它是海洋中名副其实的寄生虫，它不仅寄生海龟，同时还会寄生其他一些行动迟缓的动物，比如鲸鱼、螃蟹、海螺身上。别看鲸鱼膀大腰圆，但遇到藤壶也只有逃跑的份。可以看到被寄生的小海龟爬动都是极其困难的，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遇到好心人，小海龟应该会在不久后因为过度劳累而沉入海底。好心人拿着小刀一下一下撬开藤壶，虽然海龟对藤壶没有反抗能力，但对于心灵手巧的小哥来说，藤壶就是砧板上的鱼肉。手和刀共用一点一点撬开小乌龟身上的藤壶，除了一些特别顽固的藤壶，大多藤壶都已经败下阵来，被小哥所清理。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桌子上已经堆满了藤壶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小哥为小海龟捡下了1000斤的担子，但是小哥秉着好人做到底，说什么也要给小海龟清理干净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划走，那你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让我们为好心人点个小爱心，也可以点一个小小的关注。阿天会持续为大家更新救助视频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除了龟壳表面，乌龟背面同样也被藤壶所侵犯，小哥也发现的及时。等藤壶布满龟壳背面的时候，小乌龟真的就是难逃一死了。经过小哥20分钟的打磨，乌龟身上的藤壶已经不见了踪影，看起来焕然一新。逗了逗小海龟，好心小哥也知道到了要分别的时候，他举起手掌示意小海龟击掌，庆祝合作愉快。
小哥帮助了小海龟，自己也很开心，还不忘拿出相机记录这个美好时刻。为防止小乌龟伤口感染，贴心的给小乌龟倒了一些消毒水，最后和它说了声再见，就将它放生大海之中了。草木皆有心，万物皆有灵，我们下期见。眼前这只可怜的海豹一下被套中了脑袋，但小哥并不是想伤害它，恰恰相反，小哥是为帮助海豹。因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导致产生了很多海洋垃圾。海豹在海洋中捕鱼时，经常会被渔网缠住身体，最终海豹会因为体型增长而感染致死。在救援队的帮助下，海豹终于摆脱了束缚，奔向了大海。但我们的救援行动远远没有结束！快！小哥大手一挥，又抓到了一只绑着渔网的海豹。海豹极其抗拒，想要返回大海，但是被误解的小哥并没有埋怨海豹，而是耐心地帮海豹清理身上的渔网，然后将它放回大海。小哥又跑向了另一只海豹身边，和同伴一起查看海豹的情况。原来这只海豹身上的渔网勒得很深，所以同伴需要有人配合来将渔网剪开，而是招呼其他人拿上消毒水给海豹的伤口消毒杀菌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划走，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让我们为好心小哥点个小小的爱心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好人一生平安，善有善报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，共同为海豹祈祷平安。在队员的配合下，终于将渔网取了出来，把海豹放回大海。虽然小海豹对着好心小哥摆出了攻击的姿势，但他知道眼前的人类是在帮助他，转头奔向了大海。看着脖子上的勒痕，阿天看着都觉得痛。但是时间不等人，这边还有两只可怜的海豹还在等待小哥们的救援。众人一起摁住海豹的脑袋，另一个人拿着小刀划开渔网，抽出丝线，目送海豹回归大海，转身又开始对着另一个海豹开始解救。像这种救援行动一周都会举行1到2次，因为巨量的海洋垃圾无时无刻不在威胁海洋中的生命。救援队可以解救10只100只，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爱护环境，不乱扔垃圾。最终让我们为救援队的帅哥美女们点个大大的赞。眼前这只狐狸是一只即将修炼成精的狐仙，但此时的他却被一个瓶子卡住了脑袋，这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劫。由于瓶子的缘故，狐狸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饭，他痛苦地卷曲着身体。这时候一位好心的大叔发现了他，慢慢靠近小狐狸，抓着罐子用力拉拽，想把小狐狸解救出来。但小狐狸却以为有人要伤害他，极力反抗，差点伤到好心的大叔。但是大叔并没有责怪小狐狸，而是继续实施救援。可是狐狸的头部被卡得太紧了，任凭大叔如何用力都无法把小狐狸解救出来。但是大叔是不会放弃的，如果不救小狐狸，再有几天小狐狸一定会被饿死，这是大叔不愿意看到的。小狐狸也很害怕，还在用力挣扎，大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伤害，这让的救援行动也变得更加困难。但大叔并没有因此停下，而是双手用力试图将罐子拔下来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大叔找到了新方法，用剪刀剪开瓶子。而狐狸此时仿佛知道了大叔在帮助他，不吵也不闹，安静地坐着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划走，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好心人。让我们为好心人点个小爱心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好人一生平安，点一个小小的关注。福报的加持下，新的一年你一定会平平安安。大叔还在努力地解救小狐狸，帮小狐狸渡劫成仙。终于在大叔的努力下，瓶子被剪开一条缝隙。大叔放下剪刀，用力拉扯瓶子。狐狸很是痛苦，但是并没有攻击大叔，可见这只狐狸是十分有灵性的。在大叔的努力下，狐狸终于被成功解救了出来。只见狐狸立刻转身就跑向远方，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感谢大叔，但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小狐狸修成正果，一定会报答好心的大叔。最后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。注意看，一只喝了假酒的猴子在电线上面荡秋千，猴子一上一下，一起一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但是电线的杀伤力是很恐怖的，一不小心可能这辈子就值了。而猴子为了追求刺激，越爬越快。
来跑路，还是把它放在路边吧。另一只猴子也拿了过来，放在了一起。赶快给好兄弟联系一下，家里1000度的温泉先烧好，一会把猴子带回家好好招待。